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，我是老梁。今天我们讲西游记序列，讲到了沙僧。前面这不是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按顺序排到沙僧了。咱在说沙僧之前呢，先跟大伙说个笑话。大师兄，师傅让妖怪抓走了一句。大师兄，二师兄让妖怪抓走了两句。大师兄、二师兄和师傅都让妖怪抓走了三句。最后还有一句，师傅你放心，大师兄会来救我们。就这句，你想要钱，你想封高官，不可能啊。其实这个笑话很多朋友都知道，网络的笑话，它反映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对沙僧啊这种传统认识，就是这个人呢是老实巴交啊，还任劳任怨，可是也没啥能耐，就非常平庸的一个。可是这种认识，你要再仔细翻翻《西游记》原著，你又会发生很大变化。因为沙僧不仅不是个无能之辈，不仅不是庸庸碌碌之人，如果单论智商和情商，单论对自己所作所为判断之准、实践之深、城府之重，恐怕谁也不如沙僧。沙僧是《西游记》里边相当了不起一个牛人。咱首先有传统认识说，这个沙僧你看只能干些个低档头，他挑个担子什么的，你看他使个方便连环铲挑担子，其实那不对。《西游记》原著翻开你就发现，沙僧使的不是方便连环铲，不是跟鲁智深似的使那个，他使的是什么呢？是原来观音菩萨呀、玉皇大帝呀这些赐给他的东西，一个降妖宝杖。这降妖宝杖呢，是由月宫里头的梭罗仙木做的。长短呢，多长呢？咱们到庙里看呢，那个护法韦陀菩萨，韦陀不是这么的，这不担那一个护法那宝杵吗？就这么长，也就咱拿到手上，你算就这么长，这能挑担子？挑不了担子。所以《西游记》原著里写的挑担子是猪八戒。咱们前面说猪八戒说到这个了，沙僧不是挑担子，他就牵马。说那他不挑担子，这个力气活他也不干，他干嘛呢？沙僧是个狠角色，武功相当高，能打。有人说你拉倒，他还能打。这一道上沙僧只要一出手，基本都是被妖怪绑到洞里边去。说你看那黄袍怪，那么沙僧跟人动两下就给抓进去了。最后都是或者菩萨来救他了，或者孙悟空来救他了，这有点冤枉沙僧。沙僧不是不能打，而是有的时候他不想打，他有水平。你看咱前面说了，猪八戒跟孙悟空是什么差距？俩人打了一宿，孙悟空在体能上占上风。那么你想知道沙僧多大能耐？沙僧虽然没直接跟孙悟空斗得那么激烈，他可跟猪八戒打了3回，一回打2回合，一回打1会儿，一会儿打4个小时，结果双方斗的是不分上下。也就是说，沙僧的能耐跟猪八戒差不多。那软吗？一点都不软。在里边有一些非常直观的对比，就是观音菩萨呢去找沙僧时，劝他当取经人时候，带着自己一个贴身护卫，也他弟子叫惠岸。这个惠岸呢跟这个沙僧动手了，俩人不分胜败。你弄观音身边贴身的这个侍卫打成这样，那沙僧这能耐肯定低不了。什么是卷帘大将？你比方说这皇上啊，过去呢前面呢搭了一个帘儿，和大臣之间隔开，就好比出行啊，皇上假如说坐这轿子，谁给他掀轿帘那个，那为卷帘使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人首先是皇上必须绝对信任他。有人说那这就溜须拍马，这不是本事。你别忘了卷帘之外又加大将2个字，能扣上大将，说明呢不仅皇上信任他，他还是皇上身边贴身的保镖，这才能称之为卷帘大将。所以说沙僧可以说是1等的武林高手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有人说他1等武林高手，可你看看《西游记》一路斩妖除怪，他的业绩最差。孙悟空不用说了，大头活都是他干的。猪八戒跟着捡漏也打死不少妖怪，
可是你看沙僧这一道上基本就没降过妖，硬的妖怪就把他抓进去了。说为什么沙僧会这样的表现呢？我刚才说的不是他不能打，他不想打。为啥不想打？咱得说沙僧的烦心太重了，机心太重了。有人说那也不对，烦心重那不是猪八戒吗？四圣试禅心里边管人叫什么怜怜爱爱的，就想还俗，跟哪个女孩过日子呢？猪八戒这烦心呢太小了。要讲大功力层面，沙僧的烦心是最重的。为啥呢？咱们先看沙僧和领导的关系。这个里头唐僧是领导，他这哥几个一比呢，猪八戒智商相对低一点，他错投猪胎了，没办法。孙悟空智商很高，但是情商很低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。要说智商情商都高，沙僧是最高的。你就看唐僧在这个小团队里作为领导，最信任谁？最信任沙僧。他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孙悟空能耐大，可是他有时候孙悟空跟他好拧劲儿来，控制不了。他也知道猪八戒能溜须拍马，可猪八戒这关键时候好吃懒做，指不上他。只有沙僧不仅仅是能够顺应领导的意图，而且关键时候也能出谋划策，还不显山不露水，时刻把领导捧到前面。就是元芳你怎么看？沙僧准给大肩膀头。哎，师傅你说呢？你看把领导推前头去，3打白骨精。这不孙悟空出来一个灭一个，邻居给打死了，老太太打死，最后打死老头，那都白骨精变的。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很不满意，猪八戒也进谗言，大师兄这个那个这个。这时候唐僧信任谁？问沙僧，也是元芳你怎么看？说是悟净你怎么看？第二打死那老太太，唐僧受不了，要把悟空撵走。沙僧又搬出来，观音菩萨再三说，让大师兄一道陪你。这2回唐僧全信了。就是唐僧在这个团队里边，他一有到难于决断的事儿，他是最相信沙僧的。你比方说有那么一次《西游记》里写的，这唐僧突然间那天也不怎么犯了一股邪病，你孙悟空你别去，我去化缘去。孙悟空当时就不干了，说师傅不行啊，一个是外头妖魔鬼怪多，您弄不了这个；再一个是哪有师傅去化缘让徒弟吃的，都得徒弟化缘回来给师傅吃。其实孙悟空一片好心，不想让师傅累着，从师傅安全角度着想，还孝心。可是唐僧呢不愿意，为啥呢？一个是他兴致勃勃要化缘，你阻碍了领导兴致；第二个，你说我出去妖魔鬼怪都对付不了，就你能啊？就你比领导厉害。所以唐僧心里不舒服。你看沙僧这时候溜缝溜得特别好，顺情说好话，揣摩领导的意图，这个智商情商都非常高。而且沙僧不仅是这样，他看事情看的远比孙悟空和猪八戒看得透。你比方说像人情世故这方面，这个红孩火云洞那块这对付不了红孩啊，这能喷火能什么能耐大呀，怎么能过去呢？哎，孙悟空知道信儿了，说这红孩啊是当年跟我8拜结交的牛魔王的儿子，他和铁扇公主的孩子。这个时候孙悟空满心欢喜，以为找着关系了，没想到沙僧给他泼盆冷水。大师哥，这个事儿不靠谱。为啥呢？你当年被压到五行山下500年呐，牛魔王去过一回吗？没去过。你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你看过人家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有我父那才算亲，有朝一日过穷了，富家不登贫家的门。你不登门叫什么亲戚？你们都这么长时间不往来了，人还能卖你面子？孙悟空不信那事儿，你俩回事？牛魔王我们哥们儿。结果上门提去了，这样红孩这通火给烧的，差点把孙悟空烧死了。所以你这个环节你别看沙僧对人情世故掌握的特别准，而且同时你看到沙僧呢还不乏老成持重的，他有的算法打的是非常精的。你比方说这个女儿国那块
这女儿国国王长得漂亮，说留这个唐僧，咱看个国宝。实际上就是把他领到就两人地方，向他表白，我就是那国宝，你留下咱俩结婚吧，你别走了。什么看国宝，就是借机勾引唐僧，让他留下来。这时候沙僧最明白这事儿，沙僧心里一琢磨，我师傅要留下来，我们还怎么西天取经？这不耽误大事了吗？我们都带着重要使命来的，所以沙僧没说别的，直接说别说那个了，赶紧给我们换渡牒文书，给我们换护照什么，我们得走。就这时候沙僧是绝对不情愿让唐僧留下来的。说由此看，说沙僧这西天取经意志力那比唐僧都坚定，也不完全坚定。最主要一个，沙僧有他自个儿的小九九，有他的私心。他的私心在哪儿呢？沙僧不止一次盘算过，就是假如西天取经要不成，半道散伙了怎么办？人家孙悟空本来就妖魔鬼怪，回到花果山齐天大圣照玩不误。猪八戒那人高老庄啊，那媳妇在那等着他呢，人也有家。白龙马不用说，回龙宫了，回去了。唐僧呢，人家是玉帝呀，再回到大唐一样是所有事都不耽误。只有沙僧天上他是回不去了，给他贬下来的。回流沙河咱前面说了，每7天摆剑穿胸，天天还得遭着罪。就是西天取经真要不成，最遭罪的那恐怕就得说是沙僧，就是他是最遭罪的，所以他必须得让这西天取经这事儿得成了。谁危害到这个，谁就是威胁到他最高利益了。我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说，那沙僧得是最卖力气的，这事跟他利益相关最大呀。那可为什么西天取经路上他没打死多少妖怪，遇事都往后缩呢？这是沙和尚非常精明的地方。就我们说他情商高，就他把周围的人给琢磨透了。比方说通天河那一段，那鲤鱼精进水里不出来了，你听这时候沙和尚推脱不开了，说大师哥，这样我们进去把这妖怪引上来，你解决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主要责任你孙悟空，我们就负责把他引上来。说为什么这样？一个是沙僧知道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我什么事我不出头，你孙悟空干，你能力大呀，我捧着你。所以你看孙悟空跟沙和尚关系最好，什么事都把大师兄推前面的，满足孙悟空虚荣心。孙悟空你以为他是为了唐僧打妖精吗？不是，没有唐僧他一样打，打完了他舒服啊，自个儿能力体现出来了，不完全是为了唐僧。所以沙和尚捧他，大师哥你来，这是一个让能力大的上来。再一个能力大责任大，你干这事你担责任，我不干我就不担责任。说打妖怪怕担什么责任？那可不是。沙僧最了解这个道理，打这些妖怪你问问，不是太上老君身边小童儿，就是观音菩萨座前护法，再不就是谁养的什么东西。果不其然，这鲤鱼精哪儿呢？观音菩萨养的，都有根儿。所以你说这要沙和尚自己能打，下去把人给打死了，观音菩萨不得找他算账吗？所以沙和尚这事儿都研究透了，我不出头，我引上来，孙猴你能耐大你担着，我不担责任。不光这个，在个人利益这方面，沙和尚是精明透了。你看啊，武状观人参果，这不是人家把人参果捧上来了，像小孩似的坐那，那人参果，唐僧一看，哎呀，不可，这跟吃人一样，这能行吗？这时候孙悟空、猪八戒都馋呐，这师傅不让吃，急死了。这时候呢，他们就想偷这人参果，但沙和尚不干这事，担责任事他不干。但沙和尚拱火，这人参果偷回来他可吃了，拿过就吃，真好。而且他知道细品滋味，不像猪八戒一口下去啥滋味都不知道。而且他不忘了来一句，有师傅的吗？意思你给没给师傅偷一个？什么意思？给师傅偷一个，唐僧要再吃了更好办了。你看我上头我领导也吃了，
天塌下来个大的顶着，我是我领导吃的，我大师哥犯的案子，我最多一个从犯。他把所有事都弄清楚，他一样的大伙都吃了人参果，可是要讲罪责，他是最小的。你这就看出来沙僧对个人利益算得多清楚。所以从这点来讲，你说《西游记》这里边谁有他聪明啊？当然沙僧可不是瞪眼光看着啥活不干，你真要是威胁到我最切身利益，兔子急了咬手的，狗急跳墙他也来一把。你看真假美猴王的时候，假孙悟空六耳猕猴把唐僧掳走了，行李担子抢走了，那行李里是什么？度牒文书，就每过一关上面盖个印，你到佛祖那看我过来了，这护照这都在这儿呢，这是明证，没有这个怎么能证明你14年西天取经呢？所以这时候沙和尚真急了，哇，这可容不得了，直接就找这六耳猕猴理论去了。当然他不知道这六耳猕猴这孙悟空是假的，到那一看可倒好，这六耳猕猴旁边还有一个假沙和尚，这都他给弄的吗？一禅杖就把这个假沙和尚给打死了。你算算，这时候他真急了，为啥？危害到他切身利益了。再说如果你这一对真要西天取经替我们走了，那我这前半截白弄了，让那假沙和尚弄下来，这可不干了。所以这沙和尚是最清楚什么时候自己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自己该往后缩，什么时候往上捧孙悟空。所以你严格算算西天取经，要说这利益最大化，你看这哥仨，孙悟空最后封了斗战胜佛，是佛里头排最末的。当然一道孙悟空付出的努力也大，但是他收获也大，但相对来讲呢，他这收益率咱们就算80%。猪八戒呢，他就好吃，最后得了个净坛使者，虽然不大好听，这收益率也算80%。只有沙僧一个，你这一道上，他真没有干什么太大的事儿，也就是呢，通过自己和稀泥呢，稳定了团队，他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可他最后封为金身罗汉，这个收益率都得超过100%。要讲投资收益比的话，他恐怕最高。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了，这沙僧啊，应了那句话，机关算尽太聪明。这金身罗汉和孙悟空的斗战胜佛，那是整整差了一级呀。他要再想从金身罗汉变成佛，那可不是你14年取经能做到的，那不定得多少年，还得看机缘。所以就说佛祖呢，看透了沙僧这点小算盘，你瞒得了谁？瞒不了佛祖。所以佛祖很公平的给几个人封赏，给了他个金身罗汉，意思你呀，功劳到不了那些，你自个儿小算计太多。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算计也没有错，但是你处处算计，机心太重，处处不肯使力，处处都是力不少得，害不伤身，责任别人担着，剩的事好处我自个儿落着。如果你都这么想的话，你可能会收获一些眼前利益，但是你向往的那种大业绩，想获得那种大的功利，恐怕是做不到的。所以这也是沙和尚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有益的启迪吧。我们讲这个《西游记》序列啊，我就发现在网上啊，确实有很多朋友是《西游记》的铁杆粉丝，粉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在网上啊，按照现在的亚洲地图，把唐僧西天取经经过的地方，他能给标出来。他怎么标呢？比方说唐僧经过女儿国啊，经过车迟国，这是哪个国家呢？他按照丝绸之路那么标，这是哈萨克斯坦，这是土库曼斯坦，吉尔吉斯斯坦，这是阿富汗，这是巴基斯坦，他按真的地名来往上标。其实我劝大家不必迷到这程度，为什么呢？吴承恩《西游记》作者，他不是个地理学家，他明朝那个时候啊，尽管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好多年了，他也不知道那些西域的国家叫什么名，那都经过很多朝代的转换了。所以说呢，吴承恩这《西游记》，你看叫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它不是一本游记，它是一本神魔小说。
所以你按照他写那些地名往上注，那肯定是不对的。说那为什么吴承恩写了这么多国家呢？《西游记》里头说他经历过128个国家，其实这些国家吴承恩都是有所指。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，吴承恩他爸爸开个小店，总也不挣钱，苛捐杂税、贪官污吏到他这盘剥。他爸爸以前就牢骚满腹，没事在家就发牢骚。说吴承恩小时候就听了他爸爸一肚子牢骚，他到大了再一看，这个社会现实很黑暗，所以他其实写这些国家是干嘛呢？把大明王朝一些丑陋现象往那些国家身上安。所以就是《西游记》里写这些国家，它都是有所指的，它不是凭空就硬那么想象出来的。那么《西游记》里边有多少个国家呢？刚才我说唐僧这一路啊，不9981难吗？每经过一个地方啊，他得换那个通关文牒。通关文牒干嘛？就像现在护照上，你得签上，有签证准许你过去，同时也向佛祖证明这地方我走到了。要不然孙悟空背着他从上面飞过去，那谁也不知道啊。你得有当地行政长官的认可。那么《西游记》里边写到的总共多少个国家？128个国家。说这120个国家都细致描述了吗？没有。其实真正写的就是9个国家3个地方，你凑在一块儿，就真正想写的也就是12国。哪12国呢？咱们很多朋友也挺熟悉，有车迟国，有女儿国，有祭赛国，有宝象国，有乌鸡国，有狮驼国，有朱子国，有灭法国，有比丘国，总共9个国家。3个地方呢是奉先郡、金平府、玉华州，所以就9国3地12个地方是《西游记》里想写的。它每个国家都多多少少跟吴承恩认知的明朝社会有一些联系，包括他的政治抱负，他对国家的认识，对政权的认识，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。你再随便说几个，你就能知道他指什么。你比方说有个国家朱子国，就想念他这大老婆，想着想着想出相思病来，茶不思饭不想，病不奄奄就不行了。所以张皇榜说，谁能给皇上治好病，朕愿将江山交付于他。这时候唐僧师徒4人来了，孙悟空接皇榜给他断病，说你这是双鸟离群病，其实把那妖怪治住，把他老婆接回就好了。有人说写这个这能有什么影射呢？这恰恰是影射当时明朝的皇帝。因为大明一共16帝，这16皇上里头啊，奇形怪状，什么样都有。反正大明皇帝靠谱的有正形的不多，还得数末代皇帝崇祯是个挺认真治理国家的，但到他那儿呢，大明王朝积重难返，外边这清兵入关了，里头李自成起义他也没保住。1644年大明崇祯19年，这崇祯皇帝吊死到煤山上。你看这朱子国这个皇上贪生怕死，一见着妖怪把老婆都献上去了，回头还贪恋女色，想自己个这大老婆。所以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？就当时吴承恩对明朝皇帝的一种讽刺。而且吴承恩在这里头呢，他不是没有他的抱负，他对这个大明的王朝的统治他有他的看法。为什么说他是影射明朝皇帝？他这边写朱子国，这可不是个小国里头你看又这个殿那个亭这个阁的，好大个地盘，而且皇上还有锦衣卫可以调遣，有3宫6院72嫔妃。你看这锦衣卫，这咱们知道《西游记》说唐太宗的时候开始，唐朝可没锦衣卫，锦衣卫什么时候有？明朝有。就这一块吴承恩留个小尾巴，这诚心影射当局。就锦衣卫，这表示这是大明朝。而且他在这个书里边68回69回写到朱子国这块呢，后头有那么几句诗。头一句诗叫心有秘方能治国，内藏妙诀助长生。第二句诗呢露骨，叫安邦先却君王病，手到虚除爱物心。你看心有秘方能治国是说的每个知识分子都怀抱天下，
我认为我能够把现在这个天下大乱治理好。安邦先却君王病，皇上是正根儿，如果这个皇上不务正业，你这国家准好不了。所以安邦先却君王病，先得治皇上的病。这既是实写朱子国国王得病了，相思病、双脑离群症，也是虚写，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想好，皇上首先得干干净净务正业，他不能是一个精神上的病人。所以这块体现了吴承恩对大明皇帝的一种认识，这是我们说朱子国里头的影射。咱再说一个国家叫灭法国。灭法国呢，唐僧师徒遭一难呢，这难很奇特，就这里没妖怪什么事儿，没出现妖怪，都是正常人。这个电视剧里是怎么写的呢？说这个灭法国这国王有一天做个梦，所以这皇上醒了之后就觉得，看来这和尚是大大的坏蛋，得把我所辖的这个国土面积上的所有和尚要么撵走，要么杀掉。那灭法国呢，这唐代时候有过个灭法运动，就是把这佛教整个就都要斩草除根。他借用这句话，管这个国家叫灭法国。说灭法国后来唐僧师徒来了，怎么治的这国王呢？孙悟空使个法术，让这皇宫里三宫六院72嫔妃加皇上他妈加上他自个儿，皇上一个晚上头都被剃光了，都成和尚头了。这一下国王老实了，原来佛法神通广大，还让自己3个儿子跟着唐僧仨徒弟一起学手艺。而且呢，原著里头有细微的描写，孙悟空就问你为什么对和尚这么恨呢？这皇上说，我呀要杀尽这些和尚，要杀满1万名和尚，整杀了9996名，就差你们4个够1万个。这是原著里写的。就直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对和尚这么大恨呢？和尚诽谤我，说我坏话。你要把这3条搁在一块儿，就构成线索了。第一个，前世与和尚有仇；第二个，杀和尚要杀满1万个；第三个，和尚诽谤的说的坏话。你拿这3条套大明朝的皇帝，套准了。就正巧明朝有皇帝就干了这些事儿，谁呢？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。说怎么说他前世跟这个和尚有仇呢？可能了解朱元璋的朋友知道，说朱元璋呢当过乞丐要过饭，朱元璋还出家在黄觉寺当过和尚，所以朱元璋那个时期就有了这种文字狱，不能提僧，僧不就和尚吗？在光秃都不能提，那和尚脑袋那光秃吗？所以僧光秃这都忌讳的。而且朱元璋那时候呢，把好多和尚无辜都给杀了。一提这个和尚这些字眼他都不爱听。当时呢有一个文官在上奏时候提到2个字叫生之，由于写到这个生字，朱元璋就来气了，生僧这不谐音吗？你讽刺我当过和尚呢，给我斩了。当时就把这给宰了。就是那个时候文字狱到了这种程度，就听不得跟和尚有关的事。你这么看，你说他前世与和尚有仇，那就指他当过和尚呗。杀和尚这事儿是落实了，说和尚诽谤我，那就大兴文字狱呗。所以你这3条凑一块儿，你就知道这灭法国象征着什么？其实是吴承恩讽刺朱元璋，隐瞒自己身世，大兴文字狱，而且干了很多这样的屠戮的坏事。当然你这大明开国皇帝，你假如说吴承恩要实写朱元璋怎么地，那了得吗？他爸爸他全家都活不了。所以借用这个曲笔隐晦的表达对明朝的不满。前面我刚才说了这个朱子国灭法国，后头还有个比丘国。比丘国的故事是什么呢？是这国王啊当得好好的，突然有那么一天呢，来一个老道，领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。这皇上看这少女就对上眼了，这就嫁给我吧。这妙龄少女进了宫了，就当皇后了。这老道呢是这个女孩的父亲，结果这个皇上天天和这女孩在一块儿啊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隔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这皇上身子骨就不行了。不行，说怎么治这病呢？这国丈，这老道比丘国国丈给他出个主意，
国内的城里边人都给我把家里小孩弄出来。所以唐僧师徒到了这个国家，那个城就叫小儿城。什么小儿城呢？每家每户门口有个小笼子，蒙个布。说这干嘛家家门口？说这个事儿你那么想，看电视的人都揪心。谁家没孩子，说把小孩就宰了给他熬药。那唐僧师徒慈悲为怀，得管这个事儿。一调查发现呢，这是妖精作怪，就是这俩人合伙来害这个国王来了，也想借这个吃孩子心肝长自己道行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在当时也有具体的历史背景。什么背景呢？这说起来是大明嘉靖皇帝造的孽。这嘉靖皇帝在位时候呢，南阳术士叫杨高甫，给他出个主意，说皇上你不想长生不老吗？不想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？想吧，我给你开个方子。这方子你是吃没问题，但是药引子挺难。搁什么当药引子呢？它更损，又涉及到这1111这个数，1111个女孩的精血，第一回的你弄来，把它弄一块弄个药丸，你吃进去就管用。你看搁咱现在谁能下了这嘴呀？这皇上这朱厚熜就信了，行，我看行，挺好。因为这古人呢，对所谓这个处女之类的，他有种迷信，说这东西好，皇上还信了。信了说这怎么采集这1111个呢？这是个技术活啊。全国找什么呢？就找还没有来月经的女孩，就是8岁到14岁，找了这么1000多人，干嘛呢？等，看他头一回什么时候来，把这经血采下来。那哪等得了啊？这些人年龄有跨度啊，有的是今天来，有的明天来，有的后天来，那这又没有冷藏技术，说得团到一块儿吃成药丸的，那你第一个来了，等那最后呢来了，这批血就没法用了，这都非臭了不可呀。所以当时这怎么办呢？这杨高甫更毒，我有办法，我能炼丹，弄成药丸，让这些女孩吃去，说白了就催生这精血。咱们这倒可信。现在有人说不能吃这个什么洋快餐，这炸鸡什么之类的，里头有激素，吃完了女孩性早熟。哎，那这也有这药，吃完了这女孩的精血就出来了。你想想，这违背人生理规律的，是新陈代谢都打破了。有的一出血大出血死了，有的即使是很正常的，用完了皇上一看这也不能随便给放过去了，杀人灭口吧，宰了得了。结果这1110多个女孩无一幸免，全死了。其实有没有用，咱现代人有科学知识，这根本就没用，胡说八道的。所以这个事儿在当时，明朝很多人质问这个事儿，敢怒不敢言。说吴承恩写1111个小孩的心肝，这不就是影射这个事儿吗？这数都对得上。所以说这个比丘国这个事儿，就是影射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荒淫无道、思维混乱、涂炭黎民百姓这个事儿。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3个国家一一都能对应上明朝当时的事儿。就吴承恩是个有心人，他是把自己的牢骚巧妙地揉到这里边。当然当时的著作可不止《西游记》一部这么写，可以说《西游记》开创了这个先河。到后来呢，有哪个文人对现实不满，没法直接说呀，就采用这种神魔小说的方式，把自己的思维揉到里头。其中特别典型的有一部书，但是比《西游记》的成就要低，就是后来李汝珍写的《镜花缘》。这个《镜花缘》这本书呢，跟《西游记》差不多。《西游记》不128个国家吗？《镜花缘》写到呢，他的主人公唐傲受这个多九公邀请，带着自己朋友，有时候自己一人游历了50多个国家。咱们都这里头就有什么，也有女儿国，就海外诸国。其中女儿国这块呢，它就是根据《西游记》来的，它叫西凉女儿国。所以这多九公呢，请唐傲说：“你要到女儿国来看看。”唐傲说：“我不敢去，我看了《西游记》了，那女儿国谁去就拽着给他当老公，我哪受了啊？《西游记》里有这吗？女儿国那儿有条河叫子母河，这里头都是女人，一个男的没有。
说那没有，那怎么生的孩子呢？喝子母河水，喝完就怀孕，怀孕生的还是女孩。等猪八戒、唐僧他们过来，他们也喝这水了，结果都怀孕了。这女儿国就写这么个事儿吗？镜花缘里的女儿国和西游记的女儿国不一样。镜花缘里女儿国呢，有男有女，男的女都正常生活，也是他结婚生孩子。那么你看这写法明显和西游记很像，目的是什么呢？都是讽刺当时男尊女卑、迫害妇女、妇女地位低下的现实。可是这个李汝珍呢，这书成书年代在西游记后边，包括写的事儿出发点，西游记里是从唐太宗开始，他这镜花缘是从武则天开始，也比他晚。由于时间晚，这个文人的思想就相对进步。怎么进步？你看吴承恩写女儿国，女儿国国王看上唐僧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吴承恩脑袋里边还残存这个，你得是男的当国王，女当皇后。可到了这李汝珍的镜花缘就变了，女人一样当国王，我娶这男的进门，这男的就是我的嫔妃，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，我是主要的。而且这里更主要写了什么呢？这林之祥扎耳朵眼儿，又裹脚，又涂脂抹粉的，沐浴更衣。你要不同意，那好，把你吊起来打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很多男的就觉得女的裹脚扎耳朵眼天经地义的。但你看这里头林之祥到老爷们这么干，痛苦的不得了。那你说那女人一直被压迫，她不更痛苦吗？所以他这个思维就比吴承恩往前多走了一块。所以这是当时文人创作一个普遍的一种习惯方式，就是因为明朝的时候一个大兴文字狱，政府专制统治太过残酷，逼的文人呢没有表达的自由，但心里头郁闷气愤，怎么表达呢？通过神魔小说的方式。当然这种方式在当时呢催生了很多隐晦研制的好作品，可是也促成了更多像灭法国发生的那种悲剧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